陕西西安又出大事了，前市委书记方红卫刚被带走，政协主席岳华峰又传出失联，整个官场一夜震荡。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名字被爆出来：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。没错，就是那位被说仕途被雪藏多年的红二代，现在传出要空降西安，接掌这座副省级城市。这个消息一出，整个政圈都炸了。有人说这是团派回潮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在危局中的战略退让。要知道，西安可是习近平的老家地盘，是他政治根脉的象征。这种时候，如果真的让胡海峰出任市委书记，那就不只是人事异动，而是一场权力重构的信号。更诡异的是，这一幕出现在中共四中全会刚结束，军方还在人人过关的敏感时刻，政军纪三线同振，整个体制向在裂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胡海峰这一步究竟是被放出来的妥协，还是团派复苏的前奏？西安这场权力地震会不会是中共内部更大变局的起点？今天我们就从胡海峰这个名字说起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11月7号，中共当官宣前中央候补委员、陕西省委常委、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落马的消息。11月8号，反共网红蒋网正就在社交平台 X 上爆料说，现任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将出任西安市委书记、陕西省常委，并启动了胡海峰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考察。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可能先担任陕西省政协主席。这个说法迅速引起关注。蒋网正提前披露过多起中共高官任免和被抓的消息，当然也有一些落空的消息。这个传闻之所以引起外界震动，首先在于它的不寻常。按照中共的组织惯例，中共西安省委书记属于副省级职务，历任人选几乎都具备省委常委或同级副部级资历。胡海峰目前虽然是副部级，但他既不是中央委员，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，只是中共20大代表、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按照常规程序，出任西安市委书记倒是有这个可能，但是出任省委副书记，这就属于跳级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在习近平治下，破格跳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从2022年20大后的中共政治局布局来看，传统的人事规矩屡次被打破。首先是习近平在已达连任年限后，第3次连任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。其次，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、前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都是在中共20大上连跳2级晋升的。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年过70的张又侠，在已达军中退休年龄后，仍然超龄留任中共军委副主席的职位，并且还成为第1军委副主席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共当前的权力体系中，传统的组织梯度和任职年限早已失去约束力。蒋网正说，之所以出现胡海峰接任的方案，是因为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深陷西安西咸新区的腐败窝案，导致习近平核心派系在西安市委书记的人事安排上失去了主动，不得不做出战术退让。据蒋网正披露，这次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一职有3位候选人，除了胡海峰之外，还有内蒙古党委常委、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、西安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叶牛平。在这份名单中，胡海峰排名第1。如果消息属实，意味着他是最先考虑的接班人选。这样的安排，一方面显示中共内部的派系制衡仍在发挥作用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习近平当局在内部压力下做出的又一次妥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个传闻放出的前几个月，胡海峰的公开活动确实异常频繁，且曝光规格明显提高。6月，出席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，与多位正部级官员同台揭牌中国资本市场学会。7月赴新疆参加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。8月，随习近平前往西藏。9月，接见土耳其新任驻华大使。10月，代表民政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。媒体报道中甚至把他的名字放在正部长之前。报道的重点也是胡海峰讲话。
这一连串非同寻常的亮相，让外界普遍认为胡海峰正在被重新包装，从中央副部到地方实权职位，再到可能的省委副书记，这条通道如果最终开启，将标志着中共高层人事秩序再次出现洗牌。而在西安这座特殊的城市，这样的变化无疑更加敏感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，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， 神盾 VPN。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，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服务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，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。这意味着，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，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，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。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，再打9折，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适用。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。就在胡海峰将空降西安的传闻持续升温之际，这座城市的权力震荡仍在扩散。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被中纪委突袭带走后，西安政圈陷入极度恐慌。蒋网正在 X 上披露，中纪委已经成立方红卫专案组，在抓捕方红卫的当晚，陕西省和西安市纪委开始控制人员，第2天开始大抓捕，西安以及西安市的西咸新区被带走近100人，而西安市政协主席岳华峰在压力之下已经自行了断了。这个消息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，但多个消息源都提到了岳华峰失联。根据公开资料，岳华峰和方红卫同为西安本土官员。岳华峰早年曾经担任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，2017年升任西安市政协主席，和方红卫共事多年。方红卫则于2021年自汉中市委书记调任西安市委书记，2人同属陕西系核心圈。这对曾经被视为陕西政坛双良的地方主官，如今一人被压，一人传出死亡，意味着整个西安权力版图瞬间崩解。陕西历来被视为习近平的政治故乡和核心根据地，方红卫作为富平人，清华背景出身，本来是习家班的重要地方支撑。然而此番落马不仅意味着习近平在陕西的本土布局出现裂口，也使胡海峰的传闻更加扑朔迷离。蒋网正更是指出，方红卫实际上并非习近平嫡系，而是他的弟弟习远平的马仔，牵涉西咸新区的资金和地产链条。如果消息属实，这起案件已经不仅是地方贪腐，而是触及习家内部的派系角力。西安这场突如其来的清洗，从岳华峰的非正常离世到方红卫的被压，迅速撕开了陕西地方政治的表层稳定，权力真空未补，胡海峰的名字随即被推上风口。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西安似乎已经成为中共4中全会后第一个爆发政治塌陷的样本城市。就在地方官场震荡未平之时，纪检系统内部传出另外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：中共20届中央纪委委员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、副政委、纪委书记兼监委主任姜新军于11月3号下午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，经抢救无效去世，终年56岁。这个消息直到2天后才由兵团日报低调刊出，全文不足100字，只以突发疾病带过。
并照例说他是对党忠诚可靠，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然而，在体制内外，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只是一次单纯的意外。江新军长期在新疆政法和纪检系统任职，自2016年起任新疆监察厅副厅长、纪委常委，2018年出任新疆监察委副主任，2022年调任兵团纪委书记。他是新疆纪检体系的核心人物，也是中共20届中央纪委委员之一。这样一名仍然在任、位高权重的中央级监察官员突然猝亡，在纪检体系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。消息传出后，多个体制内渠道暗示，江新军去世前正主持多起兵团系统案件审查，其中部分案件涉及马兴瑞任新疆党委书记期间的反腐行动。马兴瑞已经在今年7月被免职，改由陈小江接任新疆书记。目前为止，仕途未明。江新军的突然离世，使外界普遍怀疑，这起事件可能和新疆高层的内部整肃有关。这些细节让很多人联想到以往多起突发疾病式的掩盖，比如2023年底因突发疾病离世的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，以及多名在审查中的省级官员。这些病故在官方文件里往往成为政治事件的结尾，而实际情况则被永久封存。江新军的离世不仅震动新疆，也让中共内部的纪律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。作为监督者中的监督者，他代表的是中央对地方反腐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如今，这道防线自身崩塌，象征着整个纪检体系的安全感正在瓦解。体制内人士私下里说，这比一名上将落马更可怕，因为这说明纪委自己也不安全。新疆兵团原本是中共最稳定、最封闭的军政单元，如今却接连出现纪委高官非正常离世，地方主官更替频繁。这场纪委书记猝亡事件，成为4中全会后中共体制深层失衡的又一个信号。中共4中全会落幕之后，军方成为政治风暴的另一个中心。11月3号，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军4中全会宣讲首场报告会。这场本应是中央军委例行部署的会议，却因为出席名单而引发广泛关注。根据军方媒体公开的画面，出席的中央军委高层只剩4个人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、新晋军委副主席张生民、军委委员刘振立以及中共国防部长董军。原属政治局委员、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已经被开除党籍，另一名原军委委员苗华同样落马。这意味着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上将中已有近半数被清除。在当天的报告会上，只有张又侠一个人发表讲话，画面显示他坐在主席台的正中，其他上将和中将都列席台下，张生民、刘振立分居前排左右，董军和战区主官则分坐其后，场面秩序分明，却气氛压抑。多名观察人士指出，这样的会议阵型几乎把张又侠中央军委第一人的地位固定化。有评论形容，他已不再只是副主席，而是军中的实际领导者。前军官兼时评人杜正在上报撰文说，张又侠的姿态明显带有称王意味，他的讲话语气比去年3中全会后更加强硬，并强调全面肃清军中两面人、两面派，暗示军队内部清查仍在持续。据军中消息来源，目前全军各单位正在展开一场被称为人人过关的内部审查。所谓人人过关，就是要求所有军官从师级到连级，逐一填报政治忠诚审查表，重点查与何卫东、苗华等人有无联系，是否购买过职务，是否使用翻墙软件等内容。同时，军中人事部门被要求重审提拔链条，凡今年由上述2人审批任命的军官全部进入复核。这场大规模自查使军中的氛围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。军中流传一句话，现在不是查贪腐，而是查你忠不忠。一些战区单位甚至出现政治保证书的签署潮。知情者形容，从司令到士官都在写忠诚书，人人过关就是人人自保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这种做法既反映了军中纪律体系的崩解，也暴露了习近平在军队内部权威受损的现实。
何卫东、苗华等人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，现在却被指为叛徒、腐败分子。而张又侠虽然早年和习近平同属红二代圈层，却因为年龄和地位优势，在如今的权力真空中迅速做大。有观点认为，习近平对张又侠的依赖已成无可避免，甚至被迫接受他暂时稳军的角色。然而，这种称王局面本身也极具风险。军中一旦形成独立领导者的氛围，意味着最高统帅制度名存实亡。张又侠的公开讲话虽然仍然高呼坚决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，但整个军队的指挥链条正在转向以存续为先，而不是以忠诚为先。军队内外普遍认为，这场人人过关将持续几个月，并可能伴随新一轮的人事重组。一位熟悉军中情况的观察者总结道，这已不只是清洗，而是军队在自救。当军委高层的忠诚都被怀疑，整支军队就只剩恐惧。从西安到新疆，从地方政坛到军方体系，这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事件，正在勾勒出同一幅政治底图。中共4中全会之后，中共权力结构表面维持稳定，但内部的裂缝正在迅速扩大。胡海峰被传空降西安，他不仅挑战体制内的任职惯例，也象征着非习系的力量重新浮出。而方红卫和岳华峰的相继出世，使陕西这个象征习家根系的地盘出现空缺。在这个节点放出胡海峰的名字，更像是权力平衡的一次重新洗牌。而江新军的猝亡，则击中了中共的纪律和监察系统。当连监督者都被监督，连纪委书记都无法幸免，整个权力体系便陷入自审视恐惧的循环。而军方的动荡则将这种失衡推向极端。张又侠军中称王，全军展开人人过关，显示习近平的最高统帅权威正在被稀释。这一次，无论是胡海峰的传闻、方红卫的被压、江新军的猝亡，还是张又侠的称王，都在共同指向同一个现实：中共的权力结构正在接近崩塌的临界点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